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an。宫保鸡丁大家都吃过吧？跟红烧肉一样，这道料理真的是1000个人就有1000种做法。然后网络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，但是这道料理最难的地方就是火候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把鸡胸肉炒老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绝对不会失败的、新手友好度非常高的宫保鸡丁，只需要注意3个小技巧，哪怕是厨房小白也能做出超级嫩的鸡胸肉。因为现在是夏天，这次呢我没有放豆瓣酱，而且口味偏清淡。重口味的口味中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在我的版本上多加一些盐、酱油或者豆瓣酱。如果你做出了非常成功的宫保鸡丁，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哟。老规矩，视频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宫保鸡丁的故事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请一定要把视频看到最后。首先，这次的宫保鸡丁用到的主要食材有2块鸡胸肉、半根黄瓜、1根辣的辣椒。我这一次没有加花生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不爱宫保鸡丁里花生。接着我们这次用到的调料比较多，但是作为一个美食 UP 主，那肯定能一口气背下来呀。我们需要的调料有花椒、大蒜、干辣椒、料酒。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花椒、大蒜、干辣椒、料酒、酱油、醋、盐、淀粉、糖、白胡椒。第一步就是处理鸡胸肉了，这也是这次最重要的步骤，这里决定了我们最后做出的是肉干还是嫩肉粒的关键所在。首先我们大致的先把鸡胸肉分成2块，然后用刀背对鸡胸肉进行无情的殴打。没错，就是要把它打成烂肉，鸡肉纤维才会被打散，肉也就会变得软嫩，而且这样鸡肉也会比较好熟，这样后面的步骤的时候炒鸡肉的时间就不会过长。接着我们把打散的鸡肉切成条，然后改刀成小块。用同样的方法，我们把第2块鸡胸肉处理了就可以了。然后接着我们要腌制鸡胸肉，顺便改变鸡肉质地。我们在鸡肉块里放入半勺生抽、1小撮盐、1小撮白胡椒、2小勺淀粉，倒入酒，然后用手抓腌鸡胸肉。这里淀粉会有效的改变鸡胸肉的质地，使得口感变得松软。然后抓腌的时候大家可以用点力气，这样可以使得淀粉能够渗透到鸡肉纤维里。接着我们腌制好的鸡胸肉放置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。大家不要怕鸡肉粘成一坨，后面炒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划散的。在鸡肉腌制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，切一些配菜。今天因为我要做比较清爽口味的宫保鸡丁，所以我用了半根黄瓜，这里黄瓜切成小丁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辣的辣椒切成圈，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了。最后在炒宫保鸡丁前，我们可以把宫保汁先调出来。取1个小碗，碗里放入1勺生抽、半勺醋、1小勺糖、1小勺淀粉、1瓶盖料酒，和开就可以了。这样待会炒的时候就可以节约时间，一样可以防止鸡肉过老。在我们正式炒宫保鸡丁前，我们需要先把黄瓜丁、辣椒圈和蒜片在锅里翻炒一下，变成半成品。以上的这些所有的步骤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压缩最后宫保鸡丁的翻炒时间，防止鸡肉炒得过老。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进行最终宫保鸡丁的爆炒步骤了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热的热锅，倒入油，放入干辣椒和花椒，紧接着放入鸡肉，立刻划散，然后就可以爆炒、翻炒、颠锅一顿操作。大概20到30秒钟之后，鸡肉就会全部变色。然后我们倒入所有的配菜和辅料，再一顿操作10秒钟左右。最后我们倒入宫保汁，一顿爆炒20秒钟左右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一步骤因为我们之前鸡肉处理的比较好，所以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。火候掌握不好的小伙伴没有把握，可以多炒一会儿。总体时间不超过2分钟的话，最后的鸡肉口感都还是不错的。如果是成功的宫保鸡丁，鸡胸肉应该是看着比较水嫩的，吃进嘴里会非常的好嚼。
小伙伴们真心推荐这个做法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哟。如果你最后做出来的成品非常成功的话，请一定要私信或者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哟。这道宫保鸡丁其实是我大学时候聚餐出镜率最高的菜，大概是大3时期，我和一帮小伙伴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每周五一起聚餐做一桌好菜，大家点菜，而我毫无疑问就是负责做的那个人。而宫保鸡丁基本上是每次必点的菜肴，因为鸡胸肉这样做真的特别好吃。然后呢，每次聚餐都会有新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饭局，所以基本上每次饭局都是11个人起步。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去实践各种手法、想法和料理。我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星期五的料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。一段料理，一段故事。今天的宫保鸡丁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的影片点赞，并分享我的影片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哟！我的频道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英国制作的中国美食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请关注朋友们的食堂这个系列，戳这里，戳这里，戳这里。还有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生活上的小的 DIY， 戳这里，戳这里，戳这里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